思想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思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可是，师兄尽可放心，一切都已计划妥当，是不是，子明？是。已经是未时了，去晚了可就麻烦了。以我对易经的领悟，尚不足以解疗端木姑娘的伤势，必须要请出师叔。这可是难如登天的一件事情。二师兄只需说服师叔，其他诸事自有我替你办妥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师叔有礼。我把这位少年弟子带来了。晚辈子明，荀夫子。他们说你精通围棋，岂敢岂敢，承让承让。小鬼还挺谦虚，倒不似说的那么嚣张。荀夫子知道规矩吧？这位少年交手有个规矩。哦，输的人必须要为对方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不违背道义且力所能及之事。小鬼，不用你谦虚的时候瞎谦虚。开局之前，一般以猜单双的方式决定谁先。功力相当的对手之间，一般执黑先行的会占些优势。不过照师叔的脾性，他既好面子又在意输赢，绝技不会轻易把先手的优势让给强劲的对手。夫子请。这个少年与子房3胜3负，功力可见高深。我若是接受，未免有失长者风范。可是反过来让他，
这么做必定会令师叔进退两难。他犹豫再三后，还是会选择猜先。算了，我们还是猜先好了。这就要靠运气了。猜猜我手中的棋子数是单是双？单吧。多谢夫子承让。倒霉，让他占了先手。这第一步也要考虑这么久，这少年的确是很特别。如果你拿黑子的话，第一步就走。应该没有记错吧？但怎么又好像有点不对？三师公到底是说不能下在中央，还是要下在中央？这是什么走法？子房说什么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可你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俗话说，金角银边草肚皮，上来就走天元，是初学者也不会犯的低级错。然而高手不依常理而行事，看来我一定要小心了。没想到竟让你猜中了先手，可偏偏下错了第一步。子明啊子明，你还真是会给我出难题呀！诶，这小子，莫非我的路数他一早就看破了不成？不行，怎么也不能在速度上先输给这个黄毛小子。短短几天内，竟让一个无知小儿变成了围棋高手，子房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怎么，干嘛不下了？啊？哦，刚才下得太快，现在是时候思考一下了。哎呦！千算万算，算差一步，再忘了天上还有云彩这回事情。好慢，好慢呐！哎呦，我这一步
深奥的气力。这少年怎么反而陷入了长考？看似普通的义字，却又如此慎重思考，莫非其中真的另有深意？虽然让敌人在等待中变得焦虑，也不失为一种战略，但你这长考未免也长得有些过头了吧？攻心为上，这少年显然是意图让我在交际中犯错，出昏招，我不能上当。哎呀，三师公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也太考验我的演技了吧！哎呦，这好像是一只山鸡，下面是一堆火吗？又开始了。说也奇怪，这小鬼为什么每走一步都要抬头？他究竟在看什么？用镜子的反光指导天明落子的方位，子房的鬼点子果然多。问题是，子房又是如何知道师叔的落子呢？自古只听说过盲棋，却从来没听说过在不知道对手出手的情况下，还能够克敌先机的。罢了，是老夫输了。荀夫子，承让，承让。师叔过谦了。师叔虽然少占了二子之位，但黑棋先手，照理应贴出2又4分之3子。师叔还是略胜。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这老头自己都认输了，你为什么不顺着他呀？我虽然是你的师叔，你这样偏帮于我，这位小朋友会怎么想我？就是啊。你开局这一子看似莫名其妙，然而在后面的布局中又处处与这一子相关。这头一子可谓机巧无穷，老朽佩服之至。我虽平生最不愿向人认输，但这局棋怎么都不敢自居得胜。承让，承让。子民小友，你天资聪慧，更难得的是，非但棋艺了得，而棋风棋德更是如高山仰止，令人钦佩。夫子岂敢，岂敢！你笑什么？难道对我刚才说的话有不同见解？小侄不敢。你们几个
平时为人师表，一副天下学问我最多的样子。尤其是福念这个小子，都该学习一下子民小友的气度与度量。就是，福念这家伙老是整我，是该骂骂他。师叔所言极是，小侄谨记。子民小友，老朽冒昧请教一个问题。荀夫子，请讲。夏至中盘，小友突然陷入长考，而当时交手的落子恕老朽愚钝，似乎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。可否请小友点明玄机？请赐教。这当中的玄机嘛，其实夫子早就知道了，不用我再多讲啦，嘿嘿。子民小友的话高深莫测，但有蕴含深意，耐人寻味。今日得见，老朽受益匪浅。岂敢！荀夫子，那么告辞了。师叔还有何吩咐？你不是说子民小友下棋有个规矩，输的人要承诺为对方做一件不违背道义、力所能及的事情吗？子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做到什么？你人在屋外，虽然可以通过小铜镜反射知道子民落子，但是你完全看不到室内的情况。你是怎么知道师叔的出手落子呢？这一点说起来还得感谢墨家祖师爷。墨家祖师爷？墨经的经下篇提到：景，光之人，煦若射，在远近有端宇于光，故景库内也。什么意思？墨子曾经发现，室内或者室外的景物可以通过一个小孔投射到反方向，图像的上下左右会颠倒，但是其他的特征保持不变，称之为小孔成像之说。小孔成像之说。看来，墨家与儒家并称当世两大显学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如果我们不相互排斥的话。您说，其实老夫早已知道，不用再多讲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2师公，3师公，掌门师尊，请2位即刻过去。子木，师尊说过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
不过师尊看起来非常的生气。嘿嘿嘿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这已经是你第12次快到了。站住！你听，有动静。雨后的天空有一点迷茫，你在远方回首，仿佛要我跟着你远走。已经拥有过的甜蜜和幻想，追求过的梦，现在只能深藏在脑海中。看见天空中有一片彩虹，是